184年，黄巾大起义爆发，摧毁汉帝国的大动荡来袭。这一年，刘备参军，跟随校尉邹靖，带着自己的部队参与到血战黄巾的战斗中去。九死一生之下，刘备获得了官职，任安喜尉。这本来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效果。随后，刘备鞭打督邮，丢掉了官职。但是先不去管鞭打督邮，我们把目光前移，就会发现一个问题，比如这个邹靖是什么人？继续扒就会有猫腻自己跳出来。根据现有的史料，这个邹靖，我们发现他除了带领部队打过黄巾以外，关于他的记载还有2条。一条是《英雄志》里面记载，邹靖曾经跟公孙瓒一起打击胡人。重点来了，这个时候的邹靖官职是破虏校尉。另外一条，周平2年，由于大汉朝廷被羌胡人烦得够够的，时任北军中侯的邹靖曾经向大将军敬言，发表过军事建议。而这时候的邹靖是北军中侯，是中央军里面中层甚至领导干部层的人物。无论是破虏校尉还是北军中侯，都说明了邹靖曾经长期在部队方面任职，而且也在中央及洛阳长期生活。对于邹靖这样一个位置高、责任重大的将领来说，剿灭黄巾这样严肃的政治任务是不可能随随便便交付给别人的。而刘备能在他麾下做事，要么是有别人给邹靖打了包票，要么就是邹靖和刘备早就相识。同前朝一样，军队、洛阳、就相识这样的关键词也出现在邹靖身上。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出来，邹靖和刘备也有来往，也有信任。邹靖也是刘备在洛阳的关系网络之一，只是他们的记载也被删除了。那么除了隐藏起来的曹操、被删除的千招和被忽视的邹靖，还有别的人被刻意隐藏了吗？还真的有，甚至可以说这个人的出现让刘备的面目变得更加真实、复杂，甚至厚黑起来。他就是袁绍。在《英雄记·曹操》开篇就冷不丁的记载，曹操和刘备曾经一起秘密计划，准备干掉袁绍。然而刘备却转过头就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袁绍。袁绍此时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曹操想要消灭自己。简简单单几十个字，一个狗血的三角关系就这样诞生了。首先，刘备跟曹操曾经有过一段非常互信的蜜月期，两人经常谋划一些大事儿，包括但不限于干掉袁绍。其次，刘备跟袁绍也是非常的互信，刘备透露给袁绍的信息，袁绍高度认可，甚至即便刘备身在曹营，名义上是曹操的人，刘备也还拥有与袁绍沟通的渠道，而且袁绍对刘备的话依然选择相信。最后，眼下这个刘备左右逢源，同时取得两边互信的关键时刻，曹操和袁绍在表面上仍然是盟友，所以才会有曹操私下密谋干掉袁绍，袁绍收到消息之后才恍然大悟，大吃一惊。也就是说，此时远远没有到官渡之战袁绍曹操决裂对抗的阶段。也就是说，此时刘备跟袁绍说的话远不是刘备投靠他的时候才说的。那刘备是什么时候与袁绍建立了这么密切的关系呢？答案还是洛阳求学阶段。汉末天下大乱，社会治安恶化，各地都有一些小混混拉帮结派，做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。史书把这些现象称为游侠、轻侠之风。三国很多知名人物青少年的时候都做过这种事儿，比如孙坚、曹操、刘备、甘宁、鲁肃、许褚等。而其实最大的游侠头子是汉帝国根正苗红的好后生袁绍。史书明确记载了，袁绍年轻的时候曾经广泛结交天下游侠认识，甚至阴阳死士，以至于袁绍的死对头宦官党的赵忠也忧心忡忡地说，袁绍这厮好养死士，不知道这小子到底想干什么。而曹操和袁绍的渊源又颇深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比如他俩小的时候一块长大，堪称是发小。袁绍算是大院子弟里面的头头，而曹操是袁绍这个小集体里面的重要骨干，从小就跟着袁绍混。比如《世说新语》里面一黑黑俩说袁绍、曹操俩人不干人事，去抢民女，去抢新娘子。结果袁绍不小心掉到灌木丛当中，动弹不得，眼看着新娘主人家马上就要追过来了，小机灵鬼曹操忽然对着四周大喊道，贼人在这儿！袁绍闻言大惊，迸发出全身的力量，一下子跳出灌木丛，两人逃走了。再比如年长之后，在《三国志》里面明确表示了，
曹操不仅是好飞鹰走狗，而且还任侠放荡，即放浪形骸，意气用事，豪侠习气十足。而袁绍呢，也一样的，在《后汉书》里面明确记载了，袁绍早年间喜爱结交各路人马，虽出身豪门望族，却广结社会下层的贤达之士，所以很多人都愿意投靠他。更别提灵帝死前搞出的独立于军队之外的西园八校尉。袁绍和曹操赫然在列，其实两人都是好乱分子，更重要的是，曹操此时是依附于袁绍一起搞事的。由此，一张以袁绍为核心的巨大的网络逐渐清晰了。袁绍借助自己四世三公的巨大声望，用邵氏朝野的政治能量，与以曹操为首的各类二代子弟建立关系，并继续向下层发展，豢养和结交以刘备这样为代表的豪侠及江湖草莽，从而在天下大乱之前，汉帝国分崩离析之前，就已经建立了参与乱世的自己的组织力量。而刘备或许就是袁绍这个隐秘的大团体当中一个异常重要的人物。他既跟曹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，又跟袁绍关系很好，既能在中央禁军手下参与剿匪，又与大将军长史的部下千招有着生死之交。因此我有一个猜测，其实刘备曾经是曹操的挚友和同盟，曾经是袁绍手下一个异常能干的骨干。他曾经和公孙瓒、千招、邹靖以及众多汉末豪杰人物在15岁那年的洛阳建立了超乎常人的友谊和信任。他曾经做出过一些事情，让孔融、陈登、刘表、袁绍、曹操这些帝国重臣和贵胄子弟眼前一亮，纷纷投来欣赏的目光。其实这些被删掉的事件和过往，那些讳莫如深的经历和关系人脉，早就使刘备此人的名声誉满天下了。最后我们来个阴暗小故事，或者说我们来还原一下刘备的形象。人们总说刘备漂泊半生，随波逐流，而真实的他，这个来自帝国边陲的少年，却早在15岁的时候就树立了永恒的志向，匡复汉室。人们总说刘备出身低微，是犯袭之旅不入流的小人物，然而真实的他取得了曹操的信任，也取得了袁绍的信任，甚至取得了绝大多数汉末英雄的青睐。人们纷纷称他是王霸英岳。人们总说刘备哭哭啼啼、优柔寡断、妇人之仁，然而真实的刘备却喜怒不形于色，轻易不表露态度，做起事来心硬手狠，眼光坚毅。曹操、袁绍只是他理想下的棋子。人们总说刘备很幸运，怎么那么巧，关羽、张飞两个江湖草莽竟然拥有天赋点满的军事技能呢？然而事实上，刘备深知自己没有基业，所以早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结交各类像关张一样的豪侠少年。人们总是疑惑，老刘到底使了什么手段，能让天下豪杰都对他高看一眼，纷纷夸赞。而实际上，刘备早年间的事迹虽然不为后人所知，但却被同时代的各路人马所敬仰、所重视。人们看到那个坚毅、厚重、有手腕的刘备向自己走来的时候，纷纷报以热切欢迎，由此开启了风云相会、共谋大业的征程。但是朋友们，我依然很困惑，袁绍的事迹都不曾被刻意删除，为什么要删除刘备的呢？陈寿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